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提名的是于适，在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饰演姬发。殷商王家是为姬发，你们竟敢在这儿聚众谋反！我是您的儿子，我怎么能杀您呢？好，接下来做客我们央视频采访间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于适，欢迎于适。央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适，很高兴见到大家。拿到了提名，什么样的感受？开心，特别开心。就是原本是我在台下还在想，我说，一定要装作很不经意的感觉，但是台上一放短片，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要笑了。然后上台就咧开了笑了，就确实很开心。对，第一部作品，第一部的电影，对竟然得到了大众电影百花奖以及观众们的认可，非常的不容易。是的，很开心。因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就是因为也是它是由这个观众评委去评的嘛。因为其实作为演员，我觉得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得到观众这种反馈，我觉得真的是莫大的认可和鼓励。所以我非常珍重珍惜这份提名。去年这个金鸡奖的时候，咱们《朝歌风云》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哈。那个时刻，有没有想到在百花奖上你会获得个人奖的提名呢？那会儿说实话，我真的有遐想啊，就是因为我是属于我觉得我既然做演员，我觉得要有一个目标感，就不光是说你有多少关注度，其次我觉得在不管是电影节也好，还是说在观众心中也好，我觉得至少要是有一个标准在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能获奖，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某一种标准。所以之前我就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获奖会是什么样，有想过。对，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没有想过。之前你是在采访当中说了，《封神》第一部让你有了一个具体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方向就是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留下更多的角色，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向就是没有一个，在我看来是没有一个终点的，就是我希望，比如说像在戏中演我父亲的李雪健老师的。就是我也希望能够自己的演艺生涯能更长久，能够一直演到老。就是我希望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走。我不希望有一个终点。其实你之前也说过，你想当一个全能型的演员。那如果放到现在来说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觉得现在61分吧。你刚刚及格，拿到了这个提名，得到了观众的认可，起码及格了。对，因为我毕竟新人演员嘛，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无限可能的。我希望自己的标准更高一点。就是现在我甚至想打得更低一点，但都拿了奖了，咱不能太谦虚了，太谦虚，不能说这个不能不及格。就是我是希望后面的空间更多。对。那从《封神》第一部到我的阿勒泰，到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蛟龙行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每部作品让你成长的部分是哪一些？然后你收获到了什么？好，封神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了，然后包括阿勒泰，其实这两部戏它其实是在塑造角色上，其实完全是两个方向。就是比如说姬发，他可能是你要展现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战士，他第一部是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他更加的坚毅，然后在某种其实是在某种限制下在演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古代人，你的举手投足，包括你说话的方式，其实要是在一个框框下去表演的，这其实是我觉得是在饰演姬发的难度。然后比如到了我的阿勒泰去饰演巴泰。所以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位角色，然后所以我需要提前去学哈萨克语，去模仿当地人的这种行为习惯，所以这个要饰演出来。另外，虽然它是现实生活，我们算是时装戏，但是它又是要饰演一个跟我生活完全脱节的这么一个群体。还有就是他的性格其实跟姬发是不太一样的，他和姬发同样都是很坚毅的人，但是。他身上能体现出来的温暖的那个部分要更多一些，姬发是更加的果敢，然后比较
就是那个先谋而后定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毕竟最后要成为一个王。对。但是巴泰他其实更像一个18、19岁，就是在一个迷茫期，然后对未来充满无限期待的那么一个少年。蛟龙部队呢，像《蛟龙行动》这一次，其实他就是要演一个特种兵，而且是属于在我们的解放军中非常全能的一个军种。他们不光比如说枪械要玩得通，各种的爆炸设备，然后包括潜水装备，我们要在水下作战、陆地作战，所以这些东西你要饰演，就真的能完全把这个，也不能完全吧，尽量靠近这个角色特质的话，首先要把那骨子里的气势培养出来。就是你不就是军人在骨不在皮嘛，你不能说你穿上这身衣服，你觉得你是个军人。其实平时那些训练是让你比如往这一坐，然后你看人的眼神特别坚定。对，其实只有这样去琢磨角色，或者说进行前期的这种训练，才能说你的一举一动，你其实不用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那镜头放在那儿，他可能导演会告诉你，你现在做一个战术动作，然后去搜寻敌人。其实你不是再去演戏，其实你是把训练中的一些行为习惯放在了角色里。其实你一个眼神过去，抬枪所有的姿势，其实这些都是算是骨子，就是算是肌肉记忆。对，这样我觉得才能演好。所以这3个角色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因为它会让我在各个方向去努力，就不是在单一的赛道去。谢谢这个于适哈讲的头头是道，就知道你在作品中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记得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特别跟我说过，说雪见主席给你们上课说到了3少1多，对，是不是？是的，是的。在去年金鸡奖的时候，刚好前几天呢，我跟随这个李雪健主席去到了这个巴中，是我们这次的百花放映活动哈，走基层。他呢走到哪里都认真去到领会这个红色革命精神，去到烈士陵园。哎，我就想到刚才他也在台上致辞，我在底下听的也是热血沸腾的。那他作为您戏中的父亲，又是我们电影的前辈，您从这样的老前辈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李雪健老师他肯定是，我觉得首先他先抛开演员的这层身份，我觉得雪健老师作为就是他只是一个前辈、一个长辈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人。我觉得在一个行业里，想要把这件事做好，肯定人要行得正。雪健老师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虽然在上课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其实真正能够去影响，比如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的，更多的反而不是去说些什么，因为有些人你要知道，有些人他会认真听讲，有些人他不认真听讲。但真正能影响到的，可能真是在一块共事的时候，你会在这些老艺术家身上会发现他们的那种敬业的精神，认真。哇，所有人在现场，就是他，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比如说雪健老师，其实他年纪很大了，然后包括他的身体有一些抱恙，所以就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就是休息前动。雪健老师向来都是特别兢兢业业，他就坐在那儿默戏，跟你走戏，甚至他不在镜头里的时候，就是他在话外，他都会给我们对戏，就是像这种行为，其实你作为一个年轻演员一看，我说哇，为什么李雪健老师能够成为那么多前辈的学习的对象？可能像比如说黄渤老师，我们在戏中那个可能也算是我的前辈，雪健老师是黄渤老师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作为小朋友来说，哇，这个就是，所以我一直说，我希望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就像雪健老师那样，能够演很多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然后有那些深入人心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追求的方向。对，今天站在雪健老师身旁的张颂文同样也获得了提名。他之前就说他有一次去探班，那个角色需要雪健老师身上有汗，他说其实喷点水糟一下不就行？他说不，雪健老师一直站在太阳底下，等这个汗自然的出来。他说那一幕给他上了深深的一课。就真的是看见，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行为，就是你看见哇，原来就是因为话说出来的话，或者你在书上看见那些文字，它没有你真正看见的那个力量感强，它可能就是一瞬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感觉确实没有必要，像老师要在现场给我们搭戏，但是从来都不会说哎呀我走了，他
一直都在那儿。不拍的时候，他为了能够融入角色，就是姬发和姬昌在地牢那场戏的时候，我在说那个父亲我怎么能杀您的那场戏，其实雪健老师就是他其实全程都在牢里坐着。对，在拍之前，我在外面一直在默戏，一直找感觉。那个时候，雪健老师在那个牢里的角落里，他一直在蹲着，他一直在找那个角色的感觉，因为可能姬昌是在牢里已经关了很久了，他为了能够进入到这个角色里，他就一直在那儿，他也不要凳子，他就坐在地上。就当时看哇，我说，当时还是小孩，还不太懂，但是我就是会哇，好敬业，那会儿是觉得敬业，但是现在可能演了一些戏，原来发现这些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经验，就是他用这种方法能够让自己把这个角色塑造得更加深刻，就是演员的那种真听、真看、真感觉，给年轻的这些演员们可能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未来一个发展方向的一个动力。是的，是的。最后有什么祝福？哎，包括给能跟我们奥运健儿们加个油。好。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适，在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典礼上，祝中国奥运健儿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勇创佳绩，中国队加油！好的，感谢做客我们。